电在美国的工厂。最近的几十年来，由于摩尔提出的摩尔定律，产业界似乎一直没有过多的思考，一直在不断的追求更先进的制造工艺，相关的设备制造商也一直在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，直到现在的光刻机发展到 EUV。诚然，更先进的制造工艺可以集成更多的晶体管，进而直接提升芯片的性能，这是业界公认的普遍做法。为此 ，ASML 将光刻机提升到 EUV， 目前已经计划在2025年交付下一代高 NA 的 EUV 光刻机，以保证可以生产2纳米工艺的芯片。但是新的问题来了，英特尔带头，台积电、三星跟进。毫无疑问 ，ASML 所生产的 EUV 光刻机，其目前的用户就是英特尔、台积电和三星。之前台积电和三星还争抢 ASML 的产能，而下一代高 NA 的 EUV 光刻机，英特尔也提前下了订单。不过这只是我们看到的一面，另一面其实已经在暗流涌动。根据知名市调公司有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在 3D 封装领域 ,2021 年度，英特尔、台积电和三星分别各投资了35亿美元、30.5亿美元和15亿美元，共计80.5亿美元。3D 封装是一种先进封装技术，用于芯片制造的后导程序。根据 ASML 公布的2021年财报来看，其一共销售了42台 EUV 光刻机，差不多是71亿美元的营收。所以对比来看，三大 EUV 光刻机客户，他们在2021年在先进封装上的投入，已经超过了购买 EUV 光刻机的投入。从这一点上来看，似乎三大 EUV 光刻机客户开始转移重点。然而我们还有其他的案例来做进一步的说明。就在近日，英特尔、台积电、三星等科技巨头联合发布了 UCIe 标准，该标准简单来说，就是可以利用先进封装技术，使得不同架构的芯片集成到一起，使得整颗芯片不必都采用最先进的制造工艺。还有一个案例，同样发生于近日，台积电利用自己的 3D 封装技术，助力一家英国 AI 芯片公司，在没有提升芯片制造工艺的前提下，却将芯片性能提升了 40%。可以看到，以上2个案例都是先进封装技术在起到关键作用，同时也似乎验证了英特尔、台积电等芯片制造大厂已经开始要将先进封装技术走向实用。先进封装需要用到的是先进封装光刻机，这不是 ASML 的领域，因为封装属于后导程序，其位次排在芯片制造之后，而 ASML 的光刻机则是用于芯片制造这个环节。很显然， ASML 对于这样的转变是始料未及的，因为就在不久前， ASML 方面还下定决心，表示下一代 EUV 的发展瞄准了高数质控镜。然而现在来看，三大芯片工厂却在想着怎么减少对更先进 EUV 光刻机的依赖。其实这样的结果似乎已经是命中注定， ASML 被耍了。半导体行业分析师道格拉斯·奥劳克林直言，摩尔定律从技术上来讲或许还能继续，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讲，这是行不通的。所以这里我们就要算一笔经济账。首先说光刻机，之前 0.33NA 的 EUV 光刻机价格约在 1.5亿美元，这可以保证芯片厂生产5纳米、3纳米的芯片，但是到了2纳米，就需要购买下一代 0.55NA 的 EUV 光刻机，价格直接翻倍，达到了约3亿美元。再来说说晶圆，台积电7纳米工艺的晶圆单价差不多接近1万美元，而到了3纳米将会是7纳米的约4倍，是5纳米的2倍。要知道，台积电的3纳米采用的还是 FinFET 技术，而不是更先进的 GAA 技术，因此到了2纳米时代，GAA 成为必需品时，加上更高价的 EUV 光刻机，一方面这样的芯片工厂建设成本难以承受，生产的晶圆的成本也会让客户望尘莫及。
目前建设一座5纳米工艺的工厂，其投资就超过100亿美元。例如台积电在美国的工厂就计划投资120亿美元。而近日台积电方面的3纳米产线竟然处于空产状态，也就是没有生产任务，台积电不得不降低规则，利用这条生产线来生产5纳米芯片。所以这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，其更先进的工艺让很多客户承担不起了。因此分析师就表示，拐点已经到了，在物理学定律终结摩尔定律之前，经济学定律就会先将其终结。此类事件并非没有历史案例，例如20年前的 DRAM 内存，在性能上可以说秒杀 DRAM 内存，但是呢，现在依然是 DRAM 内存的天下。简单来说，还是 DRAM 内存的价格太高。当然 DRAM 失败的原因也有其他因素，但是毫无疑问，价格成为关键。如今在芯片制造方面同样如此，如果有成本更低的方案，可以同样提升芯片的性能，为什么要采用成本更高的方案呢？事实上，先进封装在做到成本更低的前提下，有很多其他的优势，例如良率控制要更容易，产能也要更高，不用依赖更先进的 EUV 光刻机，对相关的原材消耗也更少。就在近日，三星和台积电就都爆出了良率问题。三星的4纳米良率最高只有 35%， 而台积电的3纳米良率也刚刚达到 70%。试问以后继续发展到2纳米、1纳米等更先进的工艺时，要解决良率、产能、发热、漏电等问题，需要投入的成本几乎难以想象。而且这样的巨额投入，如果没有客户买单呢？台积电的3纳米工艺已经出现了降级使用的情况，而三星的4纳米工艺也出现了客户转单的情况。还有一点需要指出，台积电在3纳米节点推出了3种工艺，分别是 N3E、N3 和 N1B， 对应的价格也是逐渐增加。在以往，例如7纳米、5纳米，最初推出的就是 N7、N5 节点，第2年会推出进一步的 N7P 和 N5P 工艺。很显然，3纳米工艺价格太高，客户们难以接受，所以才推出了3种选择。因此 ASML 是要被耍了，它的 EUV 光刻机在未来的需求并不会太乐观，尤其是下一代的高 NA 产品。因此 ASML 依然在 EUV 光刻机上处于领先，但是市场对此类光刻机的需求将会逐渐减少。去年才联社就发文称，集成电路的后摩尔时代将不再依赖特征尺寸的不断微缩，先进封装技术大有可为。因此总结来看，就不难理解为何英特尔、台积电、三星会倒戈，因为如果继续依赖 EUV 光刻机，将会进入死胡同，即自己花费大价钱和精力研发，成功了更先进的制造工艺，但是客户却买不起。诚然会有少量客户下单，但是还是要算经济账。利用更先进工艺赚到的钱，到底会比投入的钱多多少？所以我们已经看到 ASML 的下一代 EUV 光刻机，目前只有英特尔下单了，而且只买了1台，而台积电和三星却还没有动静。要知道，下一代技术就要是2纳米了，可现在连订单都没下，却在先进封装上投入了价值几十台 EUV 光刻机的资金，还不能说明